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关于直屏好还是曲屏好的争论，这几年一直都非常白热化。尤其是在今年，小米首次尝试在自家小米13系列标准版上尝试直屏设计并大受欢迎之后，这个争论声音就更大了。在新机发布后的评论区中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如果是直屏我就买了，垃圾曲面屏不买等等言辞激烈的评论。但在目前已发售和即将发售的旗舰手机中，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曲面屏手机。OPPO Find X6P、荣耀 Magic 5 Pro、小米13 Ultra、华为 P60 Pro 等全部都是曲面屏。魅族20 Pro 算是少有的高端直屏手机，但是算不得旗舰。包括三星 S23 Ultra 也一样，虽然曲率很克制，但是它也是曲面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票安卓手机品牌为什么对于网络中关于直屏旗舰的诉求置之不理？到底是不是真的脱离群众？就这个问题 ，Tiger 接下来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，其中的是非曲直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很多。直屏容易被扣上抄袭 iPhone 的帽子。曲面屏之所以会成为安卓高端机的必选项，就是因为玻璃的曲面过渡效果经过光线的折射后，可以天然的形成高光，从而让产品在光线的照耀下拥有很闪亮的效果。如画面所示，这是一张非常典型的例子。相比 iPhone 6 Plus 采用曲面屏设计的三星 S6 Edge 明显更加具备高级感。人类的眼睛天然对于这种具备强折射加高四散的物体没有抵抗力，钻石就是典型的例子。而直屏机型想要做出这样的效果相对就比较难。以 iPhone 为例，苹果之所以要采用直角边加高亮边框的设计，本质上就是为了让边框的反光和折射效果更为突出，从而营造视觉上的高级感。这里举一个反面的例子，就是去年真我推出的真我 GT2 Pro， 采用了常规的背部微曲的设计。作为一款售价高达4000元左右的高端机，这款手机都没啥高级感可言。作为对比，采用直角边框设计则很容易做出高级感。这是魅族20 Pro 渲染图 CNC 倒角高光加中框高光加摄像头边缘高光的处理，高级感油然而生，很讨好人类的眼睛。换句话说，直角边设计是目前直屏高端机几乎唯一的选择，更容易塑造高级感。但是这样做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端，会和 iPhone 撞脸。直角边框设计就算再怎么进行细节处理，大家长得都差不多，而 iPhone 由于在体量和曝光量上的优势，看到非 iPhone 的直角边框机型，人们都会下意识地认为它在抄袭 iPhone。今年推出的两款采用类似设计的中高端机，譬如小米13以及魅族20，都有人抨击它们长得像 iPhone， 尤其是小米13，甚至被玩成了狗。抄袭或者致敬 iPhone 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事情，很多安卓厂商的中低端机型那都是明目张胆的抄袭 iPhone 的设计。但是对于高端消费群体来说，被别人认为自己拿着的是山寨 iPhone 手机，这可就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情，毕竟他们是足以消费得起苹果的。所以在近些年，安卓旗舰手机的设计都在有意识的和 iPhone 的设计拉开一定的身位，避免撞衫，不利于内部堆叠和厚度控制。前面我们提到，目前直屏高端机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直角边框设计，更富有高级感。这种设计除了容易和 iPhone 撞衫之外，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，厚度控制。曲面屏手机除了更高级和更好看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就是通过左右两侧的曲面过渡，尽可能的压缩中框的厚度，让用户在握持时对机身的厚度不那么敏感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卓旗舰的厚度大体都在9毫米以上，但是感觉没那么强烈的原因。因为人的手掌对手机厚度的感知最直接的来源就是中框。那么如果换成直角边框会怎么样？机身的厚度就和中框完全一致了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手持一个厚度达到9毫米的直角手机产品，会是一个什么感觉？绝对是一种灾难。苹果为了规避这个问题，尽可能的把手机做得足够薄。iPhone 14 Pro Max 的厚度就只有 7.85 毫米，相比安卓旗舰要薄很多。那么有人就会问了，为什么苹果能够做薄，安卓手机就不行了？首先 iPhone 至今为止都没有采用任何散热材料，因为苹果坚信自家 A 系列处理器的能效比很好，虽然事实上 iPhone 的散热拉胯至极，而安卓这边注入石墨烯 VC 液冷散热模块早已经成为旗舰标配。其次，得益于良好的生态体系以及系统特性， iOS 相比安卓机型更加省电，对电池容量的要求不高。举个例子，同为小屏手机， iPhone 14 Pro 的电池容量就只有3200毫安时，而小米13就达到了4500毫安时。
既要高规格的散热模块和大容量电池，又有控制机身的体积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。目前市面上所有采用直角边框设计的手机，无一例外都选择在配置上进行阉割。譬如小米13就只配备了 1080P IMX800级传感器，硬件配置表现平平。纵使如此，小米13的厚度也达到了 7.98 毫米，比 iPhone 更厚一些。所以，对于那些善于堆料的安卓旗舰来说，不可能选择直屏设计。三星 S23 Ultra 之所以没有采用更高规格的主摄sensor，本质上就是为了机身设计而妥协的产物。网络声量和现实诉求存在矛盾，在对待曲面屏上，其实是存在信息的不对称的。对于大多数关注手机的消费者，尤其是数码爱好者来说，曲面屏真的已经到了一个天怒人怨的地步。但是对于那些不关注手机行业，买手机完全依靠眼缘和推销员推销的广大普通消费者来说，曲面屏依旧比直屏手机更受欢迎。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梗，如果一个手机厂商只根据网络声量来设计和推行手机，也就离倒闭不远了。手机厂商所要做的就是如何洞察消费者的真实诉求。而很有趣的是，根据手机品牌的市场调研，绝大多数高端消费群体都不怎么关注手机信息。总之，根据 Tiger 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，短时间内安卓阵营很难出现真正的直屏旗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更喜欢直屏还是曲面屏？你对网络声量和现实诉求存在矛盾怎么看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